这个叫洋葱头的男人，因为小时候从高台跳进水里，视网膜脱落导致又瞎又哑，一次车祸意外去世后，竟然中了100亿人才有一个的大奖。天使表示会满足他一个愿望。此时此刻他最想要什么呢？因为天生的缺陷，洋葱头练就出了敏锐的嗅觉，满身酒味的是保安黄先生，老远就能闻到香水味的是周护士。他在这家医院里并非是病人，而是负责医生口述文件的录入工作，有时也会配合医生做一些医疗实验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所有的盲人都能重见光明。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珍宝珠，在医院里经营着一家商店，虽然和洋葱头的年龄差了不少，可两人却是忘年之交，彼此之间非常了解。秋楠是医院中的见习护士，虽然有些毛手毛脚，但是为人活泼开朗又善良。秋楠的扮演者是清纯而漂亮的张柏芝，他简直就是所有男孩的梦中情人啊。秋楠经常会来帮洋葱头剪头发，因为刚剪完头发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洋葱头，所以秋楠就干脆叫他洋葱头。他很喜欢和这个阳光大男孩在一起，也喜欢把自己的心事都告诉洋葱头。渐渐的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秋楠说，老天爷是公平的，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缺点，定会有另一个优点来弥补。无声而乐于倾听便是洋葱头的优点吧。听秋楠在夸，偶然间听到的萨克斯的声音，洋葱头的心中暗喜。他虽然没法说话，但是从小就得到了父亲的真传，在萨克斯上的造诣堪称专业，但他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，配不上漂亮的秋楠，所以他只能在晚上偷偷地吹奏，希望萨克斯的声音可以让郁闷时的秋楠心情好起来。秋楠只要和洋葱头说过心情不好，当晚就会有人在外面吹萨克斯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秋楠的心里很疑惑，正要追问洋葱头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划过一道流星，秋楠连忙许下了2个愿望，第一个是希望洋葱头可以恢复视力，和他一起看流星雨。第2个吗？那是秘密。接着秋楠就追问洋葱头，如果你能看见流星会许什么愿望？于是洋葱头在秋楠的手上写下了，愿天下的盲人都能够得到医治。至于第2个愿望嘛，也是秘密。洋葱头送秋楠去上班，在离开时秋楠又折了回来，在他手上写下了2个字，等我。洋葱头的脸上露出了狂喜，他虽然不敢表达自己懵懂的爱意，但是这扑面而来的喜悦却让他难以抑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场车祸让幸福戛然而止。洋葱头在一阵强光当中睁开了眼睛，他竟然能看见了。他莫名其妙地跟着一群人向前走去，结果还被插了队，他们一个个的从一个黑衣人的面前划过。当轮到洋葱头时，突然一顿，黑衣人告诉洋葱头中了大奖，作为第601名从地球去北极星的人，将获得一个许愿的机会。洋葱头脱口而出，他不想死，他想回去。黑衣人面露不屑，之前中奖的人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都后悔了。你回去也只有5天的时间而已，这期间你是借用别人的身体，因此不能透露真实的身份，也不能提到在这里见到的一切。洋葱头对此毫不在乎，又忙又哑地生活了大半辈子，他想要回到人间，即使只有5天也是值得的。至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能看到所爱之人的模样，让他听到自己说的话。洋葱头于是回到了人间，其他人显然认不出洋葱头，而他则能通过嗅觉去分辨他们的身份。洋葱头随着众人来到了坟场，参加自己的葬礼。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秋楠，可旁边的胡医生却让他顿生醋意，而他和秋楠阴阳两隔，即便重返人间也是徒劳的。洋葱头摸索着回到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，一个矮胖的身影正在收拾遗物。洋葱头热情地打着招呼，可珍宝珠满脸疑惑，他并不认识面前这个人啊。洋葱头这时才想起了自己的情况，只能尴尬地自称他是洋葱头以前的同学，是从台湾来的。等珍宝珠离开后，洋葱头找到了自己藏东西的暗格，再次见到这些生前的物品恍如隔世。偶然当中他发现了一张名片，这才想起自己曾经买过一份保险，尝试着去联系保险经纪人卓志文。电话另一端的女人在得知是要理赔后态度大变，直接声称卓志文休假去了。晚上，洋葱头穿上西装来到了秋楠宿舍的门口，假称自己是保险经纪人卓志文，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洋葱头的理赔事宜。不过这都是借口，他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接近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孩，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保险经纪人。询问的借口也是调查洋葱头死亡的真相。
因为白天的事情吃醋之下，他直接询问秋楠是否有可能是他和胡医生合谋杀死了洋葱头，这让秋楠大发雷霆。洋葱头自知说错了话，慌乱当中想要说出自己的身份，怎料突然就说不出话来，仿佛是患有癫痫病一样，显然是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阻止他说出真相。洋葱头于是想通过写信和录音的方式告诉秋楠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可是当他来到秋楠家后，却意外地发现了胡医生，对方也是来看望秋楠的，并买了芝士蛋糕来给他做餐后甜点，但洋葱头却说秋楠最爱吃的不是芝士蛋糕，而是八角形彩色罐装的水果糖。秋楠听了后以为洋葱头在暗地里调查他，再次非常生气。夜晚，洋葱头一直等在门口没有离开，他相信秋楠在看到那封信后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，可一夜等来的却是模糊的笔记和没有声音的磁带。三人一同驾车离开，闲聊中洋葱头说起了他会使用盲文，很多关于洋葱头的事儿都是从他的日记里知道的。这句话让秋楠在意起来，约了他见面，这可让洋葱头犯了难，他哪里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只好临时想办法伪造了一本。看着面前的女孩，曾经的记忆逐渐浮现出来，洋葱头娓娓道来他们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。坐在对面的秋楠听得泪流满面，自从洋葱头不在了，他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喜欢着他，但面前这个讨厌的男人为什么会有一种和洋葱头相同的感觉？洋葱头是不可能如此轻易被取代的。悲伤的秋楠突然转身离去，洋葱头却想不通，秋楠为什么突然就不在乎自己的日记了？难道这么容易就把自己抛弃了吗？他只能在肇事者的面前大发脾气。这时珍宝珠的到来才让他平静了下来。珍宝珠对面前的保险经纪人有些好奇，一样的喜欢在自己喝的柠檬水里加很多盐，一样的摸鼻子的动作。看着似曾相识的场景，他下意识地让这个陌生人来给自己按下肩膀。洋葱头倒是没有意外，可这个按肩膀的动作却让珍宝珠惊恐地躲开了，无厘头地问了一句：你什么时候走？洋葱头回答：还有2天离开，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。珍宝珠说：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搞这么多事情呢？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。洋葱头听后心中了然，暗暗自责自己这几天究竟在干什么。秋楠知道自己的身份又能怎么样呢？无非是再伤心一次罢了。回到自己工作的办公室，洋葱头拨通了电台的电话，这是他曾经一直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，现在释怀了，自己不应该这么自私的，如果真的爱着那个女孩，就不应该去打扰她。洋葱头打算用仅剩的2天时间去默默地守护秋楠。晚上，秋楠伏在桌子上睡着了，这时熟悉的萨克斯曲突然响起，饱含着深情的音乐透过重重夜色，缓缓而温柔地流入秋楠寂寞的心中。秋楠无法抑制地向着声音追去，可是见到面前的胡医生，却有些手足无措。虽然和自己曾经的幻想并不一样，但是身心俱疲的秋楠突然崩溃，百感交集，靠在胡医生身上痛哭起来。远处的洋葱头看着依偎在一起的两人，心情复杂而酸楚。这是他在离开前能送给秋楠最后的礼物了。可胡医生终究是没能保守秘密，他向秋楠坦言，吹萨克斯的并非是自己。秋楠瞬间想通了一些事情，他在医院中四处的寻找，最后在洋葱头宿舍的暗格中发现了装有萨克斯的箱子，还有那本空白的日记本。秋楠瞬间明白了，卓志文就是洋葱头，洋葱头就是卓志文，就是那个他心心念念的人。秋楠为了逼洋葱头现身，不会游泳的他直接跳进了游泳池里，躲在暗处的洋葱头不得不跟着跳了下去。看起来他真实的身份隐瞒不住了，可洋葱头现在反而选择了否认，他不想让这个女孩再次受到伤害。但是看着秋楠在眼前哭得溃不成声，他心软投降了。他用指尖缓缓划过秋楠的额头，这是昔日两人之间的亲密动作，也就是间接默认了自己就是洋葱头。两个人来到了他们以前看流星的天台，洋葱头又拨通了电台的电话，他想通过无线电波向秋楠表白，曾经在我没有准备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爱情，如今轮到我想拥有爱情的时候，我又成为了他讨厌的人，造化弄人。上帝终于给了我一个挽救的机会，虽然明知道会走，但是这段记忆却是彼此最宝贵的财富。而此时两人也终于知道，之前两个人在天台许的第二个愿望都是希望和对方永远在一起。流星再次划过夜空，5天的期限到了，洋葱头的身体逐渐消散，
秋楠看着随流星远去的爱人，伤心到不能自已。星愿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爱情片之一，该片运用充满柔情的肢体动作和朴实无华的语言，以及浪漫而暖心的情节和画面，成功地融化了那些不相信真爱的心灵，火候恰到好处，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很多人就是通过该片发现了，原来世间有种美丽叫做张柏芝，眉目如百合，清纯如泉水。她是难得的美貌与演技浑然天成的演员，似乎就是为电影而生，在镜头前无死角，演技自然不做作。在电影中，她的眼泪经常不知不觉就哗哗地流出，那不是演技，那是源自内心对剧情的感同身受。正是这种天生的油然而生的同理心，征服了屏幕前的观众。与其说星愿带给张柏芝独一无二的荧幕形象，不如说张柏芝赋予星愿不可替代的灵魂。而该片中任贤齐吹的曲子，就来自他的单曲《烛光》的前奏。歌曲的开头是：你现在好吗？今天快乐吗？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？如果闭上双眼静静聆听，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对心中所爱之人深深的思念和关切，那是一种纯真却灼灼的目光，温暖且净化灵魂。影片将流星雨所带来的浪漫与伤感发挥到了极致，片中的流星雨便是1999年那场真实的狮子座流星雨。当时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都仰望着同一片天空，流星雨纷纷划过宝蓝色的夜空，浪漫到极致。每一个在心中默默许愿的人，没有错过诗寂寞的灿烂景观，也没有错过秋楠与洋葱头的感人爱情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就是我站在你面前，却不能说我爱你。这种痛苦是巨大而沉重的，是洋葱头心里最心酸的苦。特别是秋楠一边痛哭一边只说洋葱头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洋葱头，倔强又可怜的样子，深深地牵动了观众的心。当流星雨划过夜空，在秋楠深情不舍的目光中，洋葱头就这样一点一点化成流星消失了。秋楠的泣不成声让我们心痛不已，两人刚互相表白心意，正是感情浓烈而升华的时候，却又不得不面临永远的分离。人世间最痛不欲生的事莫过于此，难怪秋楠在最后说：我终于明白，流星雨就是天空洒下的眼泪。张柏芝天生嗓音不是太好，有点沙哑，但她把《星语心愿》这首歌唱得如诉如泣，催人泪下。这一幕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周星驰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中，至君宝望着紫霞慢慢飘向太阳时的无能为力和痛不欲生。还有人鬼情未了结尾也有相似的剧情，最终天堂的门打开了，未婚妻此时看到了男主的灵魂。然而短暂的相见之后，男主还是去往了天堂，只留下女主痛彻心扉，就像张柏芝歌中唱的那样，心痛的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那种深入骨髓的心痛，也只有真正爱过却爱而不得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吧。星愿是一部适合隔段时间就翻出来慢慢欣赏的爱情文艺片，在星空笼罩的夜色下，一曲萨克斯风，一段午夜广播，一个真挚而感人的爱情故事。你可以安安静静的重温那个单纯却不失浪漫情怀的年代，那些藏于心底的美好时光。或许我们依然相信，当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，闭上双眼，对着流星许个愿，让你知道我爱你。